自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激烈冲突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双方纷纷向边境增派兵力。漫长的边界线上弥漫着紧张与对抗的氛围。短短几个月内，多起边界冲突事件接连发生。其中，6月新疆地区的交火和7月黑龙江巴岔岛的武装冲突尤为引人注目。每一次看似规模不大的冲突，都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的中苏大战。在冷战时期，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与美国争夺霸权，而面对接连在战场上受挫的中国，苏联愈发恼怒。为了挽回颜面，他们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策划了一场血腥的复仇行动。1969年8月，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突然发动袭击，大量部队和装甲车袭击了中国边防巡逻队。由于巡逻队孤立无援且寡不敌众，最终几乎全军覆没。铁列克提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西约120公里处，具体遇袭地点在今天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39号界点附近。这里曾是中苏边界争议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此之前，两国边防军经常在一条巡逻便道上相遇。这条便道连接着中国铁列克提哨所和苏联扎拉纳什科利哨所。由于归属权争议及敌对情绪强烈，每当巡逻队相遇时，常发生激烈摩擦，甚至口角对骂。事实上，早在冲突发生数月前，苏联已在当地制造各种摩擦事件。例如，1969年5月，苏联边防军将铁丝网安插到中国境内，并在一些地段加装迷彩钢丝套，导致中国新疆建设兵团的牲口误入，无法脱身，被苏联官兵牵走。双方士兵因此多次爆发激烈互殴。这场持续不断的边境对峙不仅加剧了中苏两国的敌对情绪，更将冷战的紧张局势推向新的高峰。1969年8月12日，也就是冲突爆发的前一天，苏联扎拉纳什科利哨所向上级报告称，发现中方正在当地加紧部署兵力，上级立即要求哨所进入高级战备状态，密切监视中方动向。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的记载显示，为了降低边境紧张局势，8月11日，中方在中苏双方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红旗，邀请苏方指挥官会谈。然而，红旗悬挂了一整天，苏方边防站的领导却未曾露面。为了掩护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中国边防部队在铁列克提哨所和扎拉纳什科利哨所之间的巡逻便道靠近中方一侧的高地上设有一片预设阵地，阵地分为左、中、右3翼，由北向南依次排开，战线正面宽达5公里，与巡逻路线平行。虽然称为阵地，但实质上只是戈壁滩上的一些低矮石山，遍布碎石，寸草不生，没有自然地形做掩护，也无法挖掘掩体。8月12日至13日凌晨，一支90多人的中国边防部队提前进入预设阵地，左翼20人，中翼17人，右翼14人，后方是11人的指挥组和30多人的预备队，另有数名摄影师和记者。有资料显示，按苏联当时主张的国境线，这片阵地除指挥组和预备队外，3翼均位于苏联一侧，以实际行动告知苏方。中方不承认其所谓的实际控制线，也因此巡逻队一般会等天亮后才出发。尽管预设阵地居高临下，但天色微亮，中方无法看清西面黑暗中的苏方动静。苏联那边表面似乎一片沉寂，实际上早已布下杀机。趁夜色进入阵地的中国巡逻队很早就被苏军前沿哨所发现，战备命令迅速传达到各哨所和后备部队。数辆装甲车隐蔽在预先构筑的阵地前方。由于不清楚中方具体人数，苏军甚至调动直升机侦察。到7点多，天色已亮，苏军2架米4直升机飞临中方阵地上空，将我军阵地的部署和人数规模看得一清二楚。然而，这一状况并未引起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警觉。9点钟，一支11人的中国巡逻队沿着既定路线来到预设阵地前。很快，苏联边防站方向驶来数辆军车，停在200-300米外。车上下来120多名苏联士兵，进入他们的预设阵地。当中国巡逻队靠近中方掩护阵地时，苏军在喇叭警告后鸣枪示警，与以往的朝天点射不同。这次苏军的零星射击明显针对巡逻队领队，领队颈部中弹，鲜血淋漓，巡逻队迅速向山上撤退。与此同时，苏军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发起进攻。苏军装甲车的出现出乎中国边防队的意料。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反坦克武器，巡逻队仅装备轻武器，
对付苏军装甲车显得力不从心。苏军的一辆装甲车很快插到中方主阵地无名高地北部，切断了左翼与其他部队的联系。紧接着，无名高地上的巡逻队爆化机被苏军击毁。由于预设阵地上没有配备电台，前后方联系中断，前方只能通过信号弹联系，用123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然而在战斗中，信号弹使用混乱，使各战斗单位陷入混乱，指挥混乱，兵力火力差距悬殊，加上战线正面过宽，人员分散，使各战斗组无力支援，只能眼睁睁看着苏军用数辆装甲车包围无名高地。铁列克提之战由此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下午1点左右，铁列克提之战以苏军占领无名高地告终。阵地上的11名巡逻队员和原驻守的9人被围，除1人重伤被俘外，其余全部阵亡。无名高地是损失最为惨重的阵地。此外，整个铁列克提之战，中方总计28人阵亡，数十人负伤，包括数名摄影师和记者。苏军仅在步兵仰攻山头时阵亡2人，另有10人受伤。据战后统计，此战苏军出动300多人和数辆装甲车，而中国边防部队人数近100人，仅携带轻武器。战后，铁列克提地区被苏军完全控制。相比风光无限的珍宝岛战斗，铁列克提冲突显得尤为不为人知。一方面，中方惨遭重创，该地区被苏军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爆化机被击毁，主阵地官兵除1人被俘外，全体阵亡。具体战斗情况难以掌握。随着亲历者的回忆和资料披露，越来越多的战斗细节才得以呈现。8月12日，即冲突前1天，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奎武接到前方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立即向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报告，但未得到明确答复。当晚，作战部政委再次报告苏军可能有重大行动，建议取消4日巡逻，也未获回应。尽管没有明确指示，掩护组、指挥组和预备组仍提前进入预设阵地。边防部队在安排此次巡逻前，已向省军区和外交部报备，巡逻队人数也增加到约100人，还有81场新闻记者携带设备随行。然而，我军对苏军异动未引起足够重视。战斗前，苏军2架直升机对我军预设阵地侦察，也未引起警觉，指挥混乱加剧了悲剧的发生。战后，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被认定承担主要责任。虽然有因他是林彪部下而被清算的因素，但他缺乏防范意识和麻痹大意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铁列克提之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惨遭血洗，28人阵亡，数十人负伤。相较之下，苏军仅在步兵仰攻山头时阵亡2人，另有10人受伤。据战后统计，此战苏军出动300多人和数辆装甲车，而中国边防部队仅携带轻武器，处于绝对劣势。这场激烈的对战凸显了双方在兵力、武器装备和战术上的巨大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中苏2国的紧张局势。不仅如此，边防官兵从上到下也面临两难的选择。地形上，我军在铁列克提的防守虽然居高临下，能据守一段时间，但中方一侧山地密布，车辆难以通行，不利于兵力调动；而苏联一侧地形平缓，建有良好的道路条件。这意味着，一旦战斗爆发，苏联可以迅速调集更大规模力量支援，后援源源不断。在政治上，自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内部甚至有动用核武器的呼声。如果在另一处扩大冲突，后果不堪设想，前线部队注定无法获得更高层级的火力支援，谁也不敢冒把事情闹大的风险。这也是事后中方没有反击的原因。战后发现，苏军发现的尸体中有81场的新闻记者携带设备，表明此次巡逻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或许导致了我军高层对军事异常的错误判断。1969年9月12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特意提到铁列克提事件，指出即使按苏联地图线，该地区也在中国境内。苏联用坦克包围中国巡逻队，造成20多人死亡，还抓走了2人。周恩来明确表示，铁列克提是中国的领土。这番话让柯西金哑口无言。后来苏联解体，铁列克提变成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地区。1999年11月，中哈签署关于2国边界问题的公报，铁列克提主权问题得到解决。2008年8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将当年的无名高地命名为钟永山，并立钟永山烈士纪念碑。
无论是珍宝岛还是铁列克提，中国的每一片领土都来之不易。珍宝岛战斗中，我军善用骑兵出奇制胜，而在铁列克提却遭遇失败。这一胜一败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